么呀？我小姨妈借来的母婴用品，她到了国外也不敢买的本色。哇，我喜欢这件婴儿服，可以让宝宝边爬边擦地，从小培养爱劳动的好习惯。美佳姐，你手里的婴儿服不是打扫用的，加厚的部分是为了避免婴儿摔伤。这是新式奶瓶吗？怎么用啊？上面说这个可以缓解新生儿的鼻塞问题，是用来吸鼻涕的。大力，你还懂日语啊？上面有中文说明。哎，吃早饭了，来啦。今天的早餐好丰盛啊，里面有香菇、鸡肉、花生、糯米。等等，你放了什么在粥里？又是洗碗布。好像是一块苹果皮。不可能，我这次可仔细了呢。粥里有苹果皮，你都闻得出来？怀个孕还能进化成变种人？我们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这是一种正常的孕期生理变化，有些孕妇的嗅觉会变得更加灵敏，可以闻出食物腐败的味道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和胎儿。随着怀孕的进程，这个现象会自然消失。你是要说这个吗？其实医生说了什么，我根本没听懂。我本来只想说这是一种正常现象。咦，早饭我来了！你也闻到了？我是靠听的，我听到了碗筷碰撞的声音，粥沸腾的声音，以及美嘉吸溜鼻子的声音。你在隔壁能听见我们喝粥的声音，鬼才信呢！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大力给了我一样东西，彻底改变了我，太爽了！真是个禽兽！你们想多了，我就是送给他一个挖耳神器。掏过耳朵之后，整个世界变得吹弹可破，感觉自己的听力从720P 变成了4K。美嘉嗅觉变强，是因为怀孕了。你又没怀孕，怎么就变异了呢？啊，我上网查过资料了，有些人的五感天生就比较强。哎，最强大脑看过吧？里面有个水哥，能从500杯水里面挑出一杯不同的来。还有一个选手能通过气球落地的不同声响，判断出气球是从多高的高度坠落的。你都说了，人家是天生的。可能我发育比较慢，最近潜能才开发出来。我看你是脑子发育比较慢吧，活了小半辈子，居然没有用过挖耳勺。老话说得好，耳屎是黄金，不能乱挖。这么多年，原来你整天带着副生化耳塞啊！可算知道你为什么事业不顺了。别人是脑子进了水，你是被耳屎拖累的智商。总之，我现在感觉神清气爽，整个人变得更年轻，也更帅气了。扯吧你，挖耳朵就能变小鲜肉，还要医美干什么？啊，别提小鲜肉啊！最近班上有一批学生为了追星，上课追剧，把专业课当酱油课，气死我了！
他们还年轻，总要经历一段狗血的追星岁月。想当初我追星的时候，上课抄了2句周董的歌词，抬起头就再也没有听懂过数学课。你不抄那2句歌词，还是听不懂数学课，这锅周董不背。追星可以，但是只顾追星耽误学习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整天只知道喊欧巴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达尔文辛辛苦苦研究进化论，不是为了让他们生猴子的。我挺能理解他们的，我也追星。你偶像是哪位啊？皮卡丘？当然是著名物理学家、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先生。除了他以外，我还粉费曼、王德明、陶哲轩。哇，什么男团这么洋气？有中国人，还有外国人，都是又帅又厉害的科学家。下面为大家插播一则电台广告。我们的戏到底怎么了？插播广告已经到了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了吗？黑凤雷，黑凤雷，黑凤雷小蛋糕大促销，抓住机会买10回，错过机会贵几倍。黑凤雷，黑凤雷，黑凤雷小蛋糕，每秒就可卖出1盒，每年卖出的小蛋糕可绕太阳系1圈半。你们到底是卖小蛋糕还是做传销啊 Lisa 介绍了电台广播部的关系给我，可以优惠价格投放广告。我算了一下，挺划算的。为什么要在广告里把小蛋糕的名字重复这么多遍？我研究了各种电台广告，重复流是电台广告里很重要的流派。大叔知道我打算往配音演员方向发展，所以特地给了我这次实践机会。海棠写的广告词怎么样？主题明确，印象深刻，但是没有体现出小蛋糕的技术含量。再接再厉，我看好你们哦！谢谢大叔，会努力的。其实我也想找专业的配音，可我那点预算，先找最便宜的凑合用着吧。哎，老婆，我明天约了 Lisa， 再去请教一下广告投放的事情，顺便再多要点优惠。痴情前女友变成了世界领路人，这剧情一听就很精彩，是不是美嘉？没事儿，他做什么我都能闻得出来。闻出来？你们2个昨天彩排到凌晨4点，然后一起去门口的小吃摊吃葱油饼了吧？连几点都能闻出来？因为凌晨4点第一批出炉的葱油饼有一股特别的味道。难道是清晨露水的味道？是起床气的味道。张律师，你说说，有他这种女朋友吗？1个月上班2次，每次上班半个月，整天不吵架。1次上班半个月，劳动仲裁官司你要不要打？我是做艺人助理的，工作时间不规律很正常。交往前我就提醒过你啦。那时候我只知道你是艺人助理，又不知道你是他的助理。谁呀？难道是华仔？不好意思，不方便透露。成天围着他转，你早就拿小帅哥动心了吧？小帅哥？难道是凡凡？你非要这样想，我说什么都没用啊！分手吧。分手就分手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砰砰的声音啊？没有啊。张律师，你打破僵局的技巧很差哎。这明显是心跳声啊！我为什么能听到他们的心跳声？还是只有我能听到？难道是因为掏耳勺吗？他们为什么心跳得这么快？难道……其实你不想分手吧？废话，我当然不想分手，我这么喜欢他，分什么手啊？其实你也不想分手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刚才你们说分手的时候，我听到了沉重的心跳声，那是心痛的声音。张律师，你说你能听到心跳声是一种比喻吧？不，我真能听得到。张律师说的没错，我的心真的好痛。
你跟你家艺人真的没事？别撒谎，我听得到。我对我们家艺人没其他想法，纯属工作关系。心跳没有加速，是真话。真的？哎呀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缘分啊，爱就要学会包容对方。你呢，现在很少有男人能这么支持你拼命工作了。你呢，你女朋友又漂亮又能干，对你又好，你还闹什么情绪嘛？对不起，艾米，我误会你了。我以后也尽量多花点时间陪你。谢谢你，张律师，改天先去吃饭。好啊，改天是哪天？我备注一下。下课生龙活虎，上课倒头就睡，都给我起来！我抓住了一个不好好听讲、用手机偷偷看剧的同学，他已经做了深刻的检讨。上来念给大家听听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怀着无比愧疚的心情写下这封检讨书。这周的宏观经济学我一直没有好好上，我一直在看我的偶像的新剧。大家应该知道我的偶像是谁，他就是向上。这个就不要展开了，说重点。天网恢恢，昨天偷偷看剧时，我终于被胡老师抓住了。我很后悔，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。看剧的时候没有用头发遮住耳机，不抓我抓谁呀？经过深刻的反省，我发现我犯的错误还不止这些。作为向上的粉丝，我不应该鼓动大家在课上按偶像派别坐位置，我也不该为我们上迷占据教室最好的后方位置，这不利于同学们的团结。虽然我觉得只有我们上的粉丝才配得起教室的后方位置。另外，我不应该引战，在黑板上给明星们排序，我不应该鄙视那些弱势明星的粉丝，这样很不友好。虽然明星确实是有档次的。我们上的新剧《乒乓球小将》正在火热播出，太好看了！我们上真的是位演技在线的实力派演员，大家要多支持。我让你做检讨，不准夹带私货。胡老师和我谈过之后，我知道错了。老师说的对，我应该把目光放长远点，学好经济学，以后找一份高薪工作，这样才能为偶像做贡献，这样才是一枚优秀的理智粉。我把检讨书打印了很多份，课后分给大家。后面还有上最近的活动安排，大家要多多支持哦。气死我了！三观不正，歪理一通，检讨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居然还有几个人路转粉了。向上可是最近爆红的新星，他现在是国民弟弟，品学兼优，酷爱运动，阳光开朗，积极向上，连我都是他的姐姐粉呢。你本来对帅哥就没啥抵抗力，还是我家大力追星有层次。比如那谁，普拉达是普朗克。其实我也为他做过疯狂的事情。我12岁那年，揣着全部的奖学金，自己跑去了柏林，为的是离我偶像待过的地方近一点。哎，子乔，见理采顺利吗？顺利，一次坦诚的会面，一次积极的会面，一次成功的会面。我只听说过河南烩面。维佳，闻闻它有没有其他味道？只有肥皂的味道。你去洗澡了？坦白从宽，老实交代，为什么去洗澡？Lisa 说要我帮她个小忙，才肯给我优惠。帮忙？陪她一起看星星赏月，还是帮她垃圾分类？好吧，我做了一件口味很重的事情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老板，这都什么呀？公司新出的零食伴侣，冬阴功榴莲味儿，葱姜混合味儿，麻辣火锅味儿。我们在这家餐厅做试调，你来尝尝。口味好重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口味不重，怎么吸引他们？
又酸又臭啊！哇，这个好上头。让他想哭啊！喝杯梨。这有什么？这是新出的芥末味果汁，全球首款，好喝吗？口味实在是太重了，熏得我都忘了向 Lisa 请教电台广告的事情，而且吃了我一身味儿，我害怕熏着你们，所以回来就换了身衣服，洗了个澡嘛。证据都被你洗掉了，我们怎么知道是真是假？我有办法。李子乔，你能保证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在干嘛？我没有听到他的心跳声，应该是真的。浩啊，你什么时候变人肉测谎仪了？多亏大力送我这个挖耳神器，我现在有了超级听力，能听到别人撒谎时的心跳声。你就催吧你，挖几次耳朵你就成马尔侠了呀？师傅，广告谈怎么样了？我出马必须顺利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们又推出了一个新版本，这次是电台广告之自吹自擂流，绝对能体验小蛋糕的技术含量。Action！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马达瓜斯瓜健康食品协会的卡瑞博士。黑凤雷小蛋糕通过120多项健康验证，是一款高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，解饿又解馋，营养胜正餐。下面我们有请一位黑凤梨小蛋糕的体验者说一下自己的感受。我200多斤的时候，照相不敢咧嘴笑，衣服不敢穿浅色，坐车总被人让座，喝口水都要长泡。自从吃了黑凤梨小蛋糕，1天1杯奶茶，半年还瘦出 S 型曲线，美丽 S 型曲线，效果看得见，吃出好身材。我推荐黑凤梨小蛋糕。还在为肥胖而烦恼吗？还在深受他人异样的眼光吗？赶快预定黑凤梨小蛋糕，原价498，现价只要298。168，158，不能再低了，真的。128，降再多也没有用，问题在于广告太俗气了。我不卖大力丸很多年了，我们的受众群是一些城市女性，要紧跟潮流。大力丸，我再试试。张伟江，你喝了好多咖啡，还吃了几个肉包，这么违和的搭配。我喝咖啡是为了打起精神排练，吃肉包是因为我饿了。说到底，咖啡也是豆浆的一种，这样想就很搭了。里边请啊！郑律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个凳子久了有些打滑。 哎，
到底是学霸，看个八卦杂志都这么认真，还能同时看2本呢。这是胡老师没收的杂志，他让我找找这个小鲜肉向上的黑点，好让班上的学生对他粉转黑。向上可不是什么小鲜肉啊，他演技很好的。他有什么黑点吗？太多了，不爱惜身体，抽烟酗酒啊，不是，拍起戏来不要命，拍打戏从来不用替身，我们都心疼死了。再不如反应迟钝，上节目不会连我应变，遇到私生饭吃豆腐都不会生气的，垃圾拿在手上拿一路，不看到垃圾桶都不会丢哦。真是五彩斑斓、积极正能量的黑点啊！像我们做姐姐粉的，就应该对自己的偶像多一点包容，多一点理解，这样他们才能够健康成长啊。比如说你那个偶像叫什么来着？普拉达、普朗克，他就没有黑点吗？也是有的。我的偶像普朗克先生虽然21岁拿到博士学位，创立了旧量子论、黑体辐射定律与普朗克常数，和爱因斯坦并称为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，还超级帅。但他上大学搞物理后，越来越不注重颜值，变成了教科书上科学怪人的模样，物理弄人呐！哎，张伟居然有向上的写真集啊！管他呢，先去看看再说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来啦！这么多呀，哪儿来的？商业机密，小点声，价格还没谈拢，先别动。保密协议。来，整天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，还用得着保密协议？你接了向上的案子啊？向上有女朋友了？谁？你有没有问我们粉丝的意见？还不知道嘛？这不要去开会了解情况吗？你要去见向上？哦。张律师，你见的可是明星，你一个人去未免太寒酸了一些，你需要一位美女助理。你就是想去舔我相，你当我不知道你？别胡闹啊！大力，你看着他，我去了啊。我觉得美佳姐说的对，这事儿估计挺棘手的，我也可以假扮你的助理。你也要去？我们保证绝不给你添乱，不给你丢人。哎呀，可是美佳，你看看你现在啊，谁能像我一样，一个人有2个人的气势？哎呀，求你了，你看嘛，我肚子也不是很大的，吸吸气就没有了。看得出你的努力。这样吧，只要你发誓，不签名、不拍照，到了现场不尖叫，我就带你去。我发誓。哎，今天怎么没人啊？我们包场了，请。张律师，久闻大名，我是杜昂。杜老板，你好。这位律师怎么还带2个女人呢？其中一个还大肚皮，靠谱这个。杜老板，我听得到你说话。张律师的听力不错呀。来，请坐。上上呢？哦，他有一个时装秀，去出席活动了。向上这2周的日程表我都看过，他的时装秀明明在下午，现在应该没有安排。我闻到这里还有一个人的味道，闻起来很帅。向上就在附近吧？这2位是？我不值一提的助理。杜老板一定是不信任我们，所以才不肯让向上露面吧？这助理都这么厉害，看来这个律师不简单呐。杜老板，我还是听得到。
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女方是谁了吧？女方就是这个抱枕。所以这个抱枕要和向上分手？是我要他和这个抱枕分手，他不肯，还想公开说这个抱枕就是他的女朋友。来之前我告诉自己，明星的案子肯定是根难啃的骨头，但多难啃我都要啃下来。到现在我才发现，我啃的可能不是骨头，而是一根狼牙棒。说了多少次了，这不是一个抱枕，它叫亲亲。这好像是90吧我只听说过90后，908是什么鬼？90是游戏逆水寒里的一个职业，你可以理解成远程法师。你也玩逆水寒啊？略知一二，可你为什么叫他亲亲？90只是一个职业，在我眼里，它就叫亲亲。莎莎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可以沉迷游戏呢？而且还给一个抱枕取名字？年轻人工作之余消遣一下，这也没什么。可是他走火入魔了，哎，就要勇敢说出来。哎，我看这样啊，那个两位别吵，我呢调解过很多情感纠纷，我来说句公道话。一般说这句话的人都被收买。向上，你放心，你和抱枕，啊不，你和金金总有解决办法。是青青。决战五阳城和武林风云录那2个副本你过了吗？五阳城对90来说可是非常凶险的。都过了，我最擅长铁一，一路刚过去就行。你还真玩过？我只是趁他们吵架的时候随手查了点资料，就这样。现在气氛好点了，赶紧。向上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青青啊？我每天唱歌练舞，1个月只能休息1、2天。就算我这么努力了，还经常被竞争对手和媒体黑。每次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只要看到青青纯洁善良的笑容，我就充满着力量。想到青青远程输出制霸全场的气势，我就充满了勇气。我也是你的粉丝，如果你公开说你喜欢青青的话，我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她做你的女朋友呢？现实世界有很多很可爱的小姐姐啊。我的粉丝们让我很失望，他们只会尖叫撕扯我，专门雇车跟踪我，造成大堵车。更可怕的是那些私生饭，他们竟然还会偷翻我扔的垃圾。怪不得你从来不乱扔垃圾。我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偶像，我还想成为一个好演员。演戏的时候，我都在不停地揣摩角色，可是粉丝们只在乎我打扮的帅不帅，在乎我每一集有没有给他们发糖。青青不一样，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，都会陪着我，不厌其烦地听我倾诉，陪我聊天。所以你就把汗水和泪水都流到青青身上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闻到的，而且还不止这些，还有口水。我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，可能沾到青青身上了。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！你老抱着青青，它不卫生啊！你干嘛不拆开来洗一洗？你老公可以拆开来洗吗？向上，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青青？当然。你不是在故意找茬，在跟杜老板抬杠？当然不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跟助理商量一下，你们稍等。
我本来怀疑向上是在故意找茬，想恶心杜老板，但是我没有听到向上的心跳声，所以我认为向上是认真的。不，我认为在客场可能会听不到心跳声，所以我想回主场试试。你的超能力也太弱了吧，还限制使用地点。他们现在怼成这样，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只有我的超能力能破局。等回到了我的主场，别说向上和杜老板，恐怕连轻轻的心跳声我都听得出来。张律师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杜老板，你看这里冷冷清清，不如这样吧，到我的办公室去，我那里环境舒适优雅，话也比较说得开。你说，你能听到青青的心跳声？我刚才说那么大声吗？看来你很尊重青青。我愿意明天再来一次。你们居然见到了向上本少，哎呀，好羡慕呀！哎，张伟，有没有发现向上的黑料？其实我感觉他吧也挺可怜的，想证明自己又没有机会，连女朋友的身份都不能给别人知道。小点声！哎，你们还有什么料？明天我一点一点抖给那些粉丝们。我仿佛听到了梦想碎掉的声音。啊不，这是长大的声音，是成熟的声音。这事儿不能声张，我是个律师，我得保护当事人的隐私。他明天还会来公寓啊？真的？哎，明天我们也能见到。我是工作，又不是开粉丝见面会。明天只留助理，其他人等一律不得靠近我的办公室。哎，海棠，你跟咖喱想到新的广告文案了吗？一直卡着，还没想出来。别着急嘛，法布尔花了35年才写出《昆虫记》，曹雪芹10年辛酸泪才有了《红楼梦》，手冢治虫的《火之鸟》到死都没有更完。伟大且成功的作品都需要等待。大哥，我只叫你出个广告文案啊！张律师，今天是你主场，但我觉得你气场不够，需要一位身强力壮的保镖。就你还迷国民弟弟？向上热度很高的，是个带货小王子，就连他在路边和路灯拍张照片，粉丝都会排队打卡。如果要是能拍到一张向上手持凤梨娃娃的照片，我广告费都省了。我有我的职业操守，我怎么能让你利用我的当事人打小广告呢？如果成功，广告费分你一半。我拍张照片就分分钟的事儿，再加上我在现场，还能够帮你应付突发状况。拍照可以，动静不能太大。没问题。这也叫动静不大？他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这东西可以帮助平复心情，是调解用的道具。哎，向上一会儿是坐这儿吗？杜老板，他们在里面等着了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呀，来了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青青，我们到了，快请坐。我女朋友在场，她不喜欢我和其他的娃娃走得太近。美嘉上茶啊。好。欢迎二位哈。那咱们就接着上次继续调解。向上，你是真的喜欢青青，不是为了和杜老板作对？我和青青是认真的，没有心跳声，是真话。杜老板，你还有退一步的余地吗？一步不退。不，你有余地。胡说，没得商量。向上可以留着青青吗？不行，他是偶像，被狗仔拍到怎么办？只要不被拍到，你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行，风险总是有的。假话。可以接受。你大明星青青真的离婚了吗？是有关系吗？纯属好奇。哎，回到主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二位，你们的底线我大致已经清楚了。这样吧，我可以给出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向上，杜老板培养你也不容易，你和青青不公开，照样可以恩爱。杜老板，现在年轻人的恋爱观和我们不太一样了，我们要学会尊重，不要去逼他们，对吗？哎，先吃点小蛋糕吧。我不喜欢吃甜食。那青青小姐呢？她怕发胖。
也不止。啊！两位不要再纠结了，怎么说？我出去考虑一下。张志山，真有你的，我去趟厕所，你帮我照顾一下晴晴啊。晴晴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张伟，你可以呀！多亏了我的耳朵。哎，晴晴啊，你知不知道多少女孩羡慕你哟？有这么一个大明星喜欢你，嘿，这辈子值了。哎，换做是我也会心跳加速。怎么会有心跳声？子乔，你听到了吗？抱枕怎么可能心跳？你超能力翻车了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不是我的胎心检测仪吗？哎呦，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终于找到了。怎么到这儿了？可能是我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掉抽屉里了吧？这玩意儿放在抽屉里还能发出心跳声？这是悠悠从国外给我寄回来的最新款，蓝牙无线连接。我肚子上有个接收器，这个仪器和我的手机都可以听到宝宝的心跳声。我听到的心跳声是这玩意儿发出来的，也就是说，我没有超能力。张老师，我可以不公开恋情，但我觉得老杜的底线还可以争取。你想怎样？你不是能听到他的心跳吗？等一下我探他底线，你帮我看看他有没有说实话。真到底线的时候，你就给个提示。其实，我老杜，我想过了，我愿意接受张律师的方案。算你懂事，啊，我也可以退一步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我工作时青青必须陪着我，每周我要2天的时间和青青过2人世界。你是偶像，还想过双休日？1个月就给你1天，3天，2天。我就知道你还能退，我改主意了，我要4天休息时间。向大壮，我忍你很久了。这名字也是假的。你放开你姐！你过来，过去。你不是强而有力的男助理吗？你赶紧制止啊！我还养家糊口啊！哎，老婆！老婆，你看着好，你看你刚才那是谁？他是梅花。我们要不要报警啊？你见过有人杀报警被抓的吗？那要不要叫救护车？人家都说了，标签是棉花，加有裁缝更靠谱。小区裁缝看了照片，表示无能为力。我连自己心爱的人都救不了，我还算什么国民第一美少年？我知道你现在很需要安慰，要不你用它代替一下？他好丑。小沙，咱回去吧，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让你动心的好女孩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都怪你，青青死了。张伟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。他再这么哭下去，可不是蹊跷，是七窍流血。其实从昨天开始，我就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张伟能够接到向上的案子，确实怪怪的。不过神都狗屎运呐！不，我指的是向上和抱枕的关系。向上玩游戏喜欢上了游戏里的角色，这很合理。但他给抱枕起名字就有点奇怪了。宅男不都这样吗？不一样，90是游戏里的一种职业，
没有人会特意给战士、法师、弓箭手取一个名字啊。会不会他是特别喜欢这个职业，就走火入魔了？也不对，我问过他，最难的2个副本怎么过的，他说他用坦克刚过去的，说明他主要玩的职业不是90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推论，张伟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可是我没了超能力啊，我怎么帮你啊？你是不是傻？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超能力是假的，他们又不知道。我们要利用这个信息差，戴上这个蓝牙耳机，一会儿我躲起来，把想说的话通过耳机告诉你。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。这波操作怎么似曾相识啊？加油，张伟小了。别哭了，向上。青青并不是一个抱枕，而是一个真正玩家，对不对？你胡说，青青就是这个抱枕。我听到你的心跳声了，你说谎。你最擅长的职业是铁一，不是90。就算你喜欢90在游戏里的造型，而买了这个抱枕，也没必要给抱枕取名字。真相只有一个，青青是你在游戏里认识的一个玩90职业的女玩家。真的？你小子竟然瞒着我玩网恋！我有喜欢的人不行啊？谁让你整天给我安排 CP 炒绯闻，我都快不相信爱情。网恋你直说呀，干嘛整这一出抱枕的苦情戏啊？向上，可能是想演一出戏，让你相信他对现实中的女生没有兴趣，这样，你以后就不会安排真人女明星和他炒绯闻了。张律师，你确实有2把刷子，但这次你只猜对了一半。我演这出戏，一方面是想骗老婆，另一方面是我和青青的承诺。青青是我在游戏里认识的一个女玩家，她很温柔，我们一起练级，一起做任务，一起风花雪月，一起浪迹天涯。我很忙，经常临时接到工作，但就算任务做到一半下线，青青也从不抱怨我，还经常鼓励我。快乐和烦恼，我都在游戏里跟她分享。我也提出过在现实中见面，但她总是婉拒。为什么有人打游戏会遇见爱豆，我打游戏只会遇到骗子？虽然她不肯和我见面，但还是让我加了她的微信。我们互相约定做彼此的天使，绝不和其他异性暧昧。但老杜3天2头让我和不同女人炒 CP。终于有一天，青青再也不回我微信了，游戏里她也不上线了。我很伤心，她肯定是在生我的气。我决定守身如玉，等她回心转意。好痴情。张律师，抱歉把你牵扯进来，我不是有意胡闹，我也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能看穿我。我也没想到。向上，其实你演得很好。如果你不说这个抱枕有名字，可能张律师也不会起疑心。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消失呢？而且你从来没有向青青公开过自己身份，他应该不是知道你要炒绯闻才故意不理你的。你有没有在游戏里或者是微信上提到过自己的真实信息啊？没有，他从来不问我家世背景，倒是经常和我说起他的生活。那是我向往的生活，简单美好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听上去，青青是个农民。他爷爷是个茶农，
但爷爷年纪大了，青青帮着爷爷管理茶园。那什么，青青家是开茶园的。他是不是经常给你发一些他采茶的照片和小视频？照片和小视频里，青青是个长相甜美的长发女孩，对不对？青青的爷爷过70大寿的时候，青青是不是问过你该买什么礼物？你怎么知道他爷爷70岁了？他最后送的礼物，不会刚好是个助听器吧？你居然还知道他爷爷耳朵不好？你们在游戏里认识的时候，是不是刚好他被相恋多年的男友给甩了，想求安慰？太神了！你们怎么都知道啊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他是不是经常向你推销茶叶？是啊。他爷爷是茶农，茶园里的茶油经常滞销，反正买一次茶就几万块，对我来说又不是大事。哇，大哥，这是网络诈骗茶叶女啊！这就说得通了。青青消失肯定是因为骗钱被举报了，所以游戏和微信同时被封号了。诈骗？我不信。非常抱歉，先生，您刚才查询的游戏账号因为涉嫌在游戏内诈骗，已经被永久封号了。我喜欢他这么久，他喜欢的只是我的钱。他喜欢的主要是你的天真。为什么你们都知道，只有我不知道？难道是因为我没有超能力？你平时专心工作，不知道也很正常。我们知道这些套路，不是因为超能力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学习。知识才是最好的超能力。那我应该学什么知识啊？比如经济学，只有懂得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，才能明白很多社会现象，才能看懂很多诈骗手段。我的老师胡一菲就是很好的经济学老师，你可以去听听他的课。我也想多学点东西，可是工作总是很忙。说来惭愧，我的学历就只有……不要说了，让我留点念想，不然我真的要转路人了。现在社会成功属于不断学习的人，与其花一大笔钱给你的新剧做宣发，不如回到大学校园去上课，扎扎实实写几篇论文出来，这样才更符合你积极阳光正能量的形象嘛。我同意，这是个好主意啊！今日热搜：向上重返校园进修经济学，鼓励粉丝好好学习。哇，向上的人气因为这件事情更高了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咋了？这是中彩票了？今天这课上的太有成就感了。是不是跟向上有关？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啊，海棠说的对，我如果黑向上的话，只会让粉丝们梦想破碎，然后继续跟我作对，然后两败俱伤，其实对学习并无利。所以我今天从经济学的角度跟他们分析了如何培养和运作明星，还和他们一起探讨什么样的追星方式更加的科学高效。听上去嘛，一节课都在讲向上，其实我每一分钟都在讲经济学。那帮学生眼睛都听直了，个个都乖乖的，刷刷刷的记笔记，还说以后再也不开小差了。果然是明星老师啊！神奇的事情发生在第2节课，我跟他们说，只有好好学习，才能离你们的偶像更近。我只是随口鼓励他们一下，没想到话音刚落，向上居然真的走进了教室，而且就坐在第1排听我上课，整个教室都炸了。学生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，阿拉丁神飞，说只要好好听我上课，愿望就可以实现。不但之前那些粉丝上课更认真了，连其他班的同学都抢着来听我的课。现在我的课旁听名额都是要摇号的。哎，是真的耶！上友在微博里说经济学好难，但他会坚持下去的，因为成功属于不断学习的人。张伟，向上在微博还提到了你。嗯。我想感谢一位新认识的朋友，虽然他其貌不扬，第一印象甚至有一丝猥琐，但他是我见过的最热心的律师。哎，虽然这次不能公开案子给律所做宣传，不过能完美收场，我也算是很安心了。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。哇，这么阔气，律师费没少收吧？开业以来最大的一笔买卖，恭喜啦！哎呀，可惜啊，还是没有拍到向上和凤梨娃娃的合影。
下面为大家带来一段表演：电台广告之回声流。好美味的小蛋糕，可我怕发胖，不敢多吃。不用怕发胖，吃黑凤梨小蛋糕。黑凤梨小蛋糕是一款健康产品，每一种食材都经过严格检查。嘿嘿嘿，凤雷雷雷，小蛋糕高高，燃烧泥，得卡噜哩。他卡带了。制造回声加强效果，这样观众才有深刻的印象。子乔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是用第一版吧。用第一版。这段时间我冥思苦想，一天晚上2个甲方，3更半夜4处催稿，只好周5晚上加班到周6早上7点，公司8点写完，9点上床睡觉，十分痛苦。10点才过9分，甲方8个微信，7个电话，居然有6处调整，外加5个新要求，4小时交3个方案，2天只睡1个小时。你居然跟我说用第一版？没，错。广告每一秒都是钱，还费医生，是要我倾家荡产啊！投放了电台广告，那子乔的生意肯定能更上一层楼啊！咖喱酱的配音一定会迷倒很多人的。这次配音经历带给我很大成就感，我打算再接再厉，正式报考配音专业了。真的好棒啊！哎，那你得先通过成人高考，才能进那些有配音专业的高校。我愿意努力，谢谢大家给我机会。来，谢谢赵伟秋50万，大力呀，今天好开心啊！你看，酒品即人品，我喝了这么多，还是没对你有非分之想。大力，你好软。张磊，我们曾经约定了3个月的时间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很感谢你3个月的陪伴。不客气。再见。